多數人腦海裡的開戰畫面是飛彈劃過夜空，是雷達熒幕上突然亮起的紅點，是防空警報把整座城市吵醒。那個畫面很好懂，因為它夠大、夠響、夠具體。可是在资安圈裡，常年流傳着另一句話，一句听起来平淡，卻讓很多人背脊發涼的話：真正的第一波攻擊，你可能什麼都聽不到，你只會在某個再普通不過的傍晚，看着手裡的手機沒了訊號，抬頭發現整條街的燈同時熄掉，然後心裡冒出一個念頭：怎麼停電了？這不是科幻。把時間拉回2015年的冬天，烏克蘭在真正的戰爭全面爆發的好幾年前，這個國家的電網就已經被人動了手腳，而且不止一次。電腦熒幕上的滑鼠像被鬼牽着走，一格一格點開變電所的開關，把一座又一座城市推進黑暗。這件事後來被資安界反覆研究，因為它太乾淨、太安靜，也太像一份預告。攻擊者沒有炸掉任何一根電線桿，卻讓幾十萬人在零下的天氣裡失去暖氣與照明。再把鏡頭轉回台灣，公開統計裡，台灣的政府與關鍵基礎設施網絡常年是全球被攻擊次數最密集的地區之一，每天承受的探測、掃描與入侵嘗試，數字大到一般人難以想象。斷電、斷網、癱瘓金融，再灌進大量假訊息，這一整套組合拳有一個共同特徵，它成本最低，否認最容易，效果卻最毒。飛彈打出去，全世界都看得到是誰按的鈕，可是一條看不見的程式碼鑽進電網，事後往往連是誰下的手都吵不清楚。今天這一集，我們就把這份被很多人稱為無聲開戰的劇本，一層一層拆開來看，從烏克蘭的電網被害現場，到台灣每天的資安日常，再到第一波攻擊會先打哪裡，金融體系怎麼被連鎖擊垮，假訊息如何在最脆弱的時間點灌進來。最後，我會告訴你一個很多人沒想過的答案。為什麼這套劇本最可怕的地方，從來不是它能破壞多少東西，而是它能讓一個社會自己先亂起來。這個答案，我們留到最後揭曉。先從那個冬天的烏克蘭說起。先講2015年12月那一夜。根據事後多方公開的資安調查報告，攻擊者並不是當天才動手的，他們潛伏了很久。入侵的起點是最不起眼的一封電子郵件，有人假冒成公務往來的文件，把惡意程式加在附件裡寄進電力公司的办公網路，只要有一個員工手滑點開，門就開了。這支後來被命名為黑色能量的惡意程式，安靜地在系統裡待着，慢慢地搜集賬號密碼，慢慢地摸清楚整個電網的控制架構。等到攻擊者確認自己已經握住了方向盤，才選在一個下班前的傍晚，同時對好幾個區域的變電所下手。那個過程事後被形容得像看鬼片。第一線的操作員眼睜睜看着自己電腦上的游標自己移動，一個一個把斷路器切掉，而他們搶不回控制權，因為攻擊者早就把他們的密碼改掉，把他們踢出系統。與此同時，電力公司的客服電話被灌爆，大量来路不明的來電把線路塞死，讓真正想通報停電的民眾打不進來，也讓公司內部的協調亂成一團。這一招，資安圈叫它電話阻斷攻擊，目的很單純，就是在你最需要溝通的時候讓你聾掉。結果是，烏克蘭西部大約有數十萬名用戶陷入停電，時間長達好幾個小時。更關鍵的是善後，攻擊者在退場前還特地破壞了變電所的控制軟體，甚至清掉伺服器的資料，讓工程師沒辦法用電腦遠端復電，只能派人開車到一座座變電所，用手動的方式把開關一個一個搬回来。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在零下的寒風裡，穿着厚外套的技師拿着手電筒，在冰冷的機房裡摸黑操作。這就是無聲開戰的第一個原型，不流血，卻精準地打在一個社會的痛點上。而這還不是結束。隔年，2016年，烏克蘭的電網又被打了一次，這一次用的工具更進化。前一年還需要靠人手動遠端操作，這一次攻擊者直接寫出了一套能自動控制電力設備的惡意程式。他懂得電網控制系統所使用的專門通訊協定，換句話說，他會說電力設備聽得懂的語言，可以自己下指令，自己跳電，不再那麼依賴人在鍵盤後面及時操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因為它代表這類攻擊正在被工具化、被模組化，未來可以複製、可以量產、可以賣。
把這24事件擺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規律：攻擊發生的時間點都在真正的地面衝突全面升溫之前。它們比較像是一種試探，一種能力展示，也是一種心理戰。攻擊者要傳達的訊息很清楚：我進得來，我關得掉你的燈，而且我隨時可以再來一次。這種訊息不需要記者會，不需要聲明稿，它直接寫在你家客廳突然熄滅的那盞燈上。這就是我們理解無聲開戰的起點。記住這個原型，因為接下來你會發現，同樣的邏輯正一步一步靠近台灣。那台灣的處境到底有多前線？先看公開的數字。這幾年，政府相關單位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到，台灣的公務機關網絡每天遭受的攻擊嘗試是以數十萬甚至更高的量級在計算。而在兩岸情勢緊繃或有重大國際訪問的敏感時期，這個數字還會出現明顯的暴衝。這裡要講清楚，攻擊嘗試不等於成功入侵，大多數的探測都被擋在門外。但重點在於那個密度，它意味着有人幾乎是全年無休地在敲你的每一扇門、每一扇窗，尋找任何一個沒關好的縫隙。而且攻擊的對象早就不只是政府網站，真正讓資安專家睡不好的是那些被稱為關鍵基礎設施的東西：電力、自來水、天然氣、電信、金融、醫療、交通。這些系統有一個共同的老問題，它們很多都是幾十年前設計的，當年蓋的時候根本沒想過有一天會連上網路，會被地球另一端的人攻擊。它們穩定、耐用，但也老舊、封閉，更新一次軟體可能要停機，要冒着出事的風險，所以很多單位能不動就不動，結果就是一堆已知的漏洞，常年開着沒補。為了找出這些縫隙，台灣這幾年開始大量導入一種叫紅隊演練的做法。簡單講，就是花錢請一群頂尖的白帽駭客扮演敵人的角色，在取得授權的前提下，用盡各種真實世界會用的手段去攻打自己的系統。這些紅隊不會客氣，他們會寄釣魚郵件騙你的員工，會測試你機房的實體門禁，會嘗試從一個不重要的小系統一路橫向滲透到核心。演練的目的不是要羞辱誰，而是要在真正的敵人動手之前，先由自己人把破口找出来補起来。這是一種昂貴但誠實的自我檢查。紅隊演練最常回報的問題，往往不是什麼高深的技術漏洞，而是最樸素的人性弱點。一封做得夠像的釣魚信，永遠有人會點；一組設成123456的預設密碼，總是有人懶得改；一台插在角落，大家都忘記它存在的老舊設備，可能就是攻擊者最愛的跳板。資安界有一句話講得很白，防守方要守住每一扇門，攻擊方只要找到一扇沒鎖的就行。這種不對稱正是無聲開戰之所以誘人的原因，投入的成本跟可能造成的破壞完全不成比例。講到這裡，你大概已經開始想象，如果有一天對方認真起來，第一波會先打哪裡？我們接着推演。先說清楚，接下來是情境推演，不是預言，也不是任何內部消息，而是根据公開的攻擊模式做的合理沙盤。如果目標是要讓一個社會在最短時間內失去秩序，最有效率的打法不是去炸最堅固的軍事目標，而是去掐那些平常沒人注意卻牽一發動全身的節點。第一順位，幾乎所有推演都指向同一個地方：電力。電之所以是命門，是因為現代社會的一切幾乎都建立在它上面。停電不只是沒有燈，加油站的幫浦要電，抽不出油；大樓的電梯要電，高樓層的人被困住；自來水廠的加壓與淨水設備要電，水龍頭可能慢慢沒水；醫院雖然有備用發電機，但那些柴油發電機通常只設計撐幾個小時到幾天，燃料燒完，加護病房裡靠機器為生的病人就會陷入險境。更麻煩的是，控制電網的那套系統本身就是攻擊的目標，一旦控制端被癱瘓，就算硬體沒壞，你也可能一時之間无法遠端把電送回去，重演烏克蘭那種只能派人手動復電的窘境。第二順位往往是水處理與供水系統，這一塊很少被討論，卻極度敏感。現代的自來水廠高度自動化，加藥、消毒、監測水質，全靠一套自動控制系統在跑。國際上已經出現過駭客入侵水廠，試圖篡改加藥比例的案例。
雖然多半在釀成大禍前就被人工發現攔下，但它揭示了一個可怕的可能：攻擊者不見得要讓你沒水喝，他只要讓你不敢喝就夠了。只要放出一則自來水被下毒的消息，再配合一次真實的系統異常，整座城市的信任就會崩塌，超市的瓶裝水會在幾小時內被搶光。第3順位是醫院與緊急醫療體系。醫院是一個特別脆弱的目標，因為它同時具備2個特性：一是高度依賴資訊系統，病歷、檢驗、開藥、影像全部數位化，一旦系統被鎖死，醫護可能連病人對什麼藥過敏都查不到。2是它人命關天，停擺的代價極高，所以往往成為勒索軟體最愛下手的對象。這幾年，全世界已經有多起醫院被勒索軟體癱瘓，被迫把急診病患轉送到別家的真實案例。在承平時期，這是犯罪，但在衝突的第一波裡，同樣的手法就是戰術。把這3個順位串起來看，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的設計思路：他們攻擊的都不是你的軍隊，而是你的日常。目的不是歼滅你的戰力，而是制造一種彌漫性的、無所不在的不安。當一個人一整天都在為停電、停水、醫院掛不了號這些最基本的生存問題焦頭爛額時，他很難再冷靜地去判斷新聞的真假，也很難再相信政府說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這種被生活瑣事拖垮的疲憊與焦躁，正是下一波攻擊，也就是金融戰與認知戰最肥沃的土壤。我們先講金融。很多人以為金融戰要麼是砸大錢，要麼是複雜的匯率操作。其實在無聲開戰的劇本裡，金融這一塊的核心武器只有2個字：恐慌。現代金融體系的本質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巨大信用結構。銀行裡並沒有存住所有人存款的現金，這是全世界銀行運作的常識，也是它平常沒問題，關鍵時刻最脆弱的地方。只要夠多的人在同一時間都認定自己的錢可能領不出來，於是一起衝去領，那個信任結構就會像骨牌一樣倒下，這就是擠兌。想象一下這個連鎖，假設在某個高度緊張的時刻，全台各地的自動櫃員機突然有一批同時當機，或是網絡銀行的轉賬頁面一直轉圈圈打不開。這件事本身可能只是系統過載或小範圍的攻擊，但在一個已經被停電、假訊息搞得草木皆兵的社會裡，它會被瞬間解讀成銀行要倒了，政府要凍結存款了。接着，社群平台上開始瘋傳快去把錢領出來的訊息，理性的人也會想，就算是謠言，我先領為安總沒錯吧。於是排隊的人潮真的出現了，而排隊的畫面本身又會變成證明謠言為真的最好證據，形成一個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比擠兌更深一層的是支付系統的癱瘓。今天的台灣，很多人出門已經不太帶現金，一只手機嗶一下就走遍天下。這在平時是便利，在危機時卻是罩門。如果支付系統、清算系統受到攻擊而停擺，超市的收银台結不了賬，加油站刷不了卡，物流公司無法對賬，整個商品流通的鏈條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卡住。這時候現金反而變成唯一還能用的東西，可是偏偏大家平常都不留現金，領現金又要回到剛剛講的擠兌問題，於是恐慌再被放大一輪。你看，這些環節是彼此咬合的，攻擊者不需要每一環都打穿，他只要在幾個關鍵齒輪上撒一把沙，剩下的混亂社會會自己完成。再往外一層是匯市與資金的外逃。當一個地方陷入這種系統性的不安，手上有能力的人與資金，第一反應就是想辦法把資產換成更安全、更能移動的形式，可能是外幣，可能是往外匯出。如果這種避險情緒在短時間內集中爆發，本地貨幣會面臨沉重的貶值壓力，進一步加深大家對經濟即將崩潰的想象。這一連串反應，攻擊者甚至不需要親自下場買賣，他只要在最恰當的時間點，把幾則真假難辨的消息推到眾人眼前，讓市場自己的恐懼去踩踏。金融戰打到最後，打的從來不是錢，是人心。而要操縱人心，就必須靠這套劇本的第3層武器——認知戰。認知戰講白了就是資訊的戰爭，而它最狠的地方在於它會挑一個你最脆弱、最混亂的時間點出手。資安與心理戰的研究者常提到一個概念，可以稱它為黃金72小時。
任何重大事件發生後的頭3天，是資訊最混亂，官方查證最跟不上，民眾最焦慮也最渴望答案的一段時間。人在恐慌的時候，大腦會傾向抓住任何一個能解釋眼前混亂的說法，不管它是真是假。認知戰的操盤手要的就是搶在真相被查清楚之前，先把他們想要你相信的版本塞滿你的每一個熒幕。這套打法的內容通常不外乎幾個主軸。第一種是制造絕望，反覆傳播抵抗沒有用，大勢已去，上面的人早就跑光了這類訊息，目的是瓦解一個社會繼續撐下去的意志。第二種是制造分裂，刻意去戳一個社會內部本來就存在的裂縫，不管是族群、世代、政黨還是南北，把小小的分歧煽動成你死我活的對立，讓大家在最需要团結的時候忙着內鬥。第三種是制造混亂，同時放出好幾種互相矛盾的說法，讓你今天信這個，明天信那個，最後乾脆什麼都不信，陷入一種对所有資訊都麻木、都懷疑的狀態。這裡要特別點出一個關鍵認知戰的最高境界，往往不是說服你去相信某一個特定的謊言，而是讓你失去相信任何事情的能力。當一個人連正規新聞、連官方公告、連自己認識的人講的話都不再相信時，他其實已經被打敗了，因為他再也無法和其他人形成共識，無法協調行動，只能龜縮在自己的恐懼裡。一個由無數個彼此不信任、各自恐慌的個體所組成的社會，就算人數再多，資源再豐富，在危機面前也是一盤散沙。這才是認知戰真正想要的成品。而且認知戰不是等到開戰那天才開始的，它更像是一種長期的細火慢燉的耕耘，日復一日的在社群平台上投放看似無害的內容，慢慢的養賬號、養信任，養出一整套敘事的框架。等到關鍵時刻來臨，這些平常看起來人畜無害的管道就會在同一時間被啟動，把早就準備好的訊息大量推送出去。等你察覺不對勁的時候，那套敘事可能已經在很多人的腦子裡生根了。這也是為什麼對抗認知戰最有效的時機，其實是在平時，而不是在戰時。講到這裡，劇本的攻擊面我們已經拆得差不多了。你可能會覺得這也太可怕、太難防了吧？別急，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台灣這幾年悄悄補上的那道防線。面對這麼一套組合拳，台灣並不是毫無準備，只是這些準備大多做得很安靜，不太上新聞。第一道是體制上的建立。這幾年，台灣把資安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來對待，成立了專責的數位主管機關，底下設有專門負責資通安全的研究機構，把過去分散在各單位的攻防能量集中起來，統一去研究威脅、演練防禦，建立事件通報與應變的標準流程。這聽起來很行政、很枯燥，但它其實是所有防線的地基。因為現代的資安戰爭打的就是體系與體系之間的對抗，單打獨鬥的高手擋不住有組織的攻擊。第二道是不斷的演習。除了前面提過的紅隊演練，台灣這幾年也把資安攻防納入各種大型的實兵演習與桌上推演裡。所謂桌上推演，就是把政府、軍方、關鍵基礎設施業者，甚至民間專家找來，設定一個逼真的危機情境，比如電網被駭、金融系統異常、假訊息大量流竄同時發生，然後讓各單位在模擬的壓力下實際去演練該怎麼判斷、怎麼協調、怎麼把話講清楚以安定人心。這種演練的價值不在於演得多完美，而在於它會逼出平常看不到的問題，哪個環節會卡住，哪個單位會互踢皮球，哪個決策沒人敢拍板，都會在演習裡先暴露出來。第三道也是最務實的一道，叫離線備援與韌性。這個概念的核心是承認一件事，我們不可能擋下每一次攻擊，總有破口會被打穿。所以真正成熟的防禦不是追求絕對不被打倒，而是確保就算被打倒也能快速站起来。具體來說，就是關鍵系統要有離線的、不聯網的備份，重要資料要有多份異地保存，通訊要有不依賴單一網絡的備援手段。你可能聽過台灣在推動的一些做法，比如強化衛星通訊的備援，讓就算海底電纜被切斷，地面基地台被癱瘓，關鍵的指揮與通訊也不至於完全斷掉。這種思維，資安界有個很傳神的說法，
叫做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第4道，其實握在每一個人手上，那就是全民的資訊韌性。前面講過，認知戰的目標是讓社會自己亂起來，那麼反過來，最好的防禦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變得沒那麼容易被帶風向。這不是要你變成什麼專家，而是幾個很樸素的習慣。看到讓你瞬間血壓飆高，恨不得馬上轉發的訊息，先停3秒重大消息，養成去找2、3個可信來源交叉查證的習慣。越是在混亂的時候，越要記得多數的謠言都是趁亂而生。一個懂得停下來，懂得查證，懂得在恐慌中保持一絲冷靜的社會，本身就是認知戰最難攻破的堡壘。這些防線加起來未必能保證滴水不漏，但他們正在一點一滴地把攻擊者的成本墊高，把那套劇本的效果削弱。好，現在我們回到最一開始留下的那個問題，這整套無聲開戰的劇本攤開來算，它最可怕的地方到底在哪？斷電很可怕，斷網很麻煩，金融癱瘓很嚴重，這些我們都講了。但如果你以為答案是這些具體的破壞，那你可能還是低估了它，因為真正的答案藏在一個更冷也更聰明的算計裡。揭曉這個答案，無聲開戰最可怕的地方，從來不是它能破壞多少實體的東西，而是它幾乎不需要親自動手，就能讓一個社會自己把自己拆掉。你仔細回想剛剛拆解的每一個環節，停電制造的是恐慌，擠兌制造的是恐慌，假訊息放大的還是恐慌。攻擊者真正投入的破壞，可能只是幾個關鍵節點的短暫癱瘓，但由此引爆的搶購、內鬥、互不信任、彼此指責，這些後續造成的傷害，全部都是我們自己人做出來的。他點了一把小火，剩下的燎原是恐慌替他燒完的，這就是他最陰險也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地方。傳統的攻擊，你破壞多少就得付出多少力氣，但無聲開戰是一種槓桿，用最小的實體破壞去撬動一整個社會的心理崩潰。它把你的人口密度，你对便利生活的依賴，你社會內部本來就有的矛盾，通通變成可以反過來對付你的武器。你越是現代化，越是高度連結，越是凡事講求效率與便利，在這套劇本面前，你可能反而暴露出越多的破口。這是一種讓人很不舒服的悖論，但也正因為看清了這一點，我們才知道真正的防線該立在哪裡。既然這套劇本的勝負手是恐慌，那麼最終極的防禦就不只是把防火牆築得多高，把備援做得多完整，而是一個社會在遭受重擊之後，還能不能維持基本的冷靜、基本的信任、基本的秩序。硬體會被打壞，網絡會被切斷，但一個懂得在黑暗中不自亂陣腳，懂得在謠言中彼此查證，懂得在困難中還願意相信身邊人的社會，是任何城市碼都駭不進去的。無聲開戰賭的是我們會在第一時間先自亂，而破解它的方法就是讓對方的這個賭注落空。我們把今天的內容收攏成3個帶得走的重點。第一，未来衝突的第一波很可能不是飛彈，而是斷電、斷網、癱瘓金融這類看不見的攻擊。它成本低，否認容易，卻能精準打在社會的日常痛點上。第二，這套劇本真正的殺傷力來自恐慌與認知戰。攻擊者只要點一把小火，剩下的混亂會由社會自己完成。所以擠兌、搶購、內鬥其實都是我們可以選擇不去參與的環節。第三，最強的防線不只在機房，也在每一個人心裡。遇到讓你瞬間激動的消息，先停3秒，多方查證，在混亂中保持冷靜。這種資訊韌性就是最難被攻破的堡壘。那麼問題留給你，如果有一天你在完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遇到大規模停電，同時手機還冒出各種真假難辨的緊急訊息，你覺得自己會先做什麼？是先冷靜查證，還是會忍不住跟着人潮去搶物資，去領現金？你認為以台灣現在的準備，最需要補強的是哪一塊？是硬體的韌性，還是全民的心理素質？我們下次見。